爷爷，麦飞，水奶来了，哎，快喝一口。爷爷，你们怎么不进去啊？你们人多，跟俺们待会儿。闺女啊，哎，给你添麻烦了啊！没有，哪儿的话呀，一点都不麻烦，爷爷。说这个什么议定监护人，还非得要这个公证啊？那当然了，肯定是要公证的。我吧认识一个熟人，他在这个担保公司上班，他跟公证处的人呀可熟了。上次啊，他带我去做公证啊，根本就没排队，打了个招呼就给办了。等会儿，爷爷，啊，您上次公证什么呀？啊？哎呀，按说我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些的。什么事儿啊，爷爷，还不能跟我们说？这是国家机密，不能泄露的。爷爷，您跟我们说没事儿的，我们一定会保守国家机密的。没事啊？没事儿。能说？能说，爷爷您说吧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前些日子吧，我突然接到公安局打来个电话，他们说我搅进了一桩什么大案子里头。我说我都这样了，我还搅进什么大案子？他们说公安局马上要来查封我的房子。我一听我急了，我说你们查封了我的房子，我住到哪儿去呀？他们说也可以呀，让我先交一笔保证金。我没钱呐，我说我没钱呐。他们说还有另外一种方法，就是把我的房子呀，抵押出去。那您就答应了？嗨，他们证明我清白以后，过段日子房子就还给我了嘛。在抵押期间，我还可以继续住在我的房子里头，不会有事儿的，没事儿啊。爷爷，这事儿您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？他们不让说嘛，他们规定，包括子女家属都不能说的。我，这是保守国家的秘密。爷爷，我们都是律师，我们接受过保密教育，有为客户保密的义务，所以这事儿您可以跟我们说，没事儿的，您接着说吧。他们让我去找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是做担保的，叫小江，是他带着我去公证处把房子做了公证的。那这个公证的内容在哪儿啊？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？都在这儿呢。这是一份贷款协议，是以房子做抵押的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爷爷，我问你一下啊，这个优盾是谁给你的呀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都是那个小江指导着我办的。他们还给我转了400万，在我账上，他们说先放我这儿，作为我的这个保证金，等这个案子查清了呀，房子还给我了，再把这钱收回去啊。爷爷啊，您刚刚提到小江，小江的全名叫什么？他在哪儿上班？您知道吗？哎呀，这我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让他们给骗了呀？那400万他们很快就转走了。爷爷，您别急，您别急，呼吸，您先别急啊。麦飞是律师，咱们应该相信他。您别急，您慢慢说，行吗？我不急，您别急，我不急，我不急。您别急，您别急。我让他们给骗了，我今天请假了。我知道，现在人手实在不够，他们全去银行了。我现在缺人帮我写一份冻结申请文书和代招纪要。那行吧，那我晚点过来好吗？爷爷，我现在打电话。快打电话，爷爷。财产线索，法庭上报财产资料，后续流水账号核对，找出新账号。
到底怎么说的啊？说这种事儿特别多，而且是专门给老人设计的。警察现在接到的报案类似案件30多起，都是他们家这一片，都是被骗走了房子，而且有的老人的房子已经被卖掉了。哎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好好的想想办法，好吗？我能不着急吗？我本来是想把爷爷的房子给租出去，然后拿着租金送爷爷去养老院的。那如果我们打官司呢？这个官司根本没法打。这个套一看就是专业人士给设计的，一般不懂法的人绝对想不出这么合法的骗人办法。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到办公室再说吗？我怕会出人命。这个套真的是太合法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特别着急，这个委托书要赶紧撤掉，不然的话，房子真的被卖了就来不及了。你让麦飞明天上午去司法局投诉，让司法局给公证处打电话，要求撤销这份委托书。然后让麦飞去公证处找到骗子当时带他爷爷去公证的录像。关键是刚刚您也看到了，还有一个贷款协议，真的签得非常的糟糕。如果爷爷不能按时还款的话，他们是可以跟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的。麦飞报案了吧？报了。去派出所拿着受案回执，让法院暂停执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事吗？没事儿。那个罗老师，谢谢您，晚安。那里。我姐找你干嘛？她是您姐姐，您还是去问她。我在问你，罗琦到底找你干嘛？我没收他咨询费，但我也不能把他问我的事随便告诉您啊，希望您能理解啊。好。哎，罗律，我爷爷那事儿，我还一直想感谢您的。幸亏司法局让公证处及时撤销了公证，我们家房子算是保住了。不用谢，本来我也不是帮你。我虽然不能告诉您什么事儿，但我建议您去看一眼您姐姐，去她家，越快越好。谢谢。来了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在干什么呀？收拾屋子。小安呢？去他爸那儿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啊？没事儿。到底什么事儿？你非要找别人不找我？您可是大律师，我们老百姓打一个官司，顶了天了几百万，你可看不上。到底怎么了？哎呀，律所就应该像医院、像派出所一样安排值班律师，24小时值班。对不起，可是我们真的不是医院派出所。别跟我说对不起了，给我安排一个律师，不管是谁都行。可是我求求你了，你要不安排我去投诉你吗？你信吗我？你什么事儿啊？能用？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
我记得佳音姐是我，哎呦，你要帮帮我呀！本来都商量好了，买一个大点的房子，和小安一起住，然后再生一个一家4口，挺好的。然后他那边就交了定金了，我想了，我们也得做点贡献呀，就把房子卖了吧。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呀，摊上这么一个冤没头债没主的事儿。我就记得他说了一句话，让我问你。那这房子能不能跟中介商量一下不卖呢？都跟人说了，哪怕贴点钱都行，人中介不干啊。人说了，如果你不卖的话就告我。我问麦飞了，人麦飞说一告一个准儿，到时候我还得赔2倍的违约金。那这房子你卖了，你住哪儿？基于有个亲戚说他那儿有个旧房子让我住一下，就凑合吧，到时候看有机会再买一个。但是我都问了，同等价位的这个户型算是买不着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说也就算了，基于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没让他说。那王丽知道吗？跟他说什么呀？你这边房子都卖了，我自己愿意的，跟他没关系。姐啊，有件事儿，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。基于有孩子了，我知道。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你又跟蓝红好啦？当然不是了，啊、不是。那是什么呀？哎，你快点说呀！我没有心情跟你磨磨唧唧的啊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我跟你说了，你不真生气啊？嗯。你保证？保证。不生气？不生气。保证不生气。哎呦，你烦没烦啊？赶紧的。是这样。人家说诈骗要有损失数额，我这没有损失就不能立诈骗。然后我又去了法院，人家也说了，公安都不立案，我们凭什么认定你这就是个刑事犯罪？有公证书就可以执行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看一下啊。这是一份贷款协议，是以房子做抵押，都是那个小江指导着我办的。您刚刚提到小江，小江的全名叫什么？你是我亲弟弟吗？你是给人派来的吧你这个王八蛋你！我说呢，怎么好好的人就走了？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？我缺心眼儿啊！我偷看他的笔记，然后我再偷偷告诉你，我图什么呀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？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？是你不可能做，但是他笨啊！你想，如果是我，他要诈我，我肯定不相信。不光不相信，我还会当面给你打电话求证。你少找借口啊你！我没找借口，我从来没有隐藏过我对王丽的看法。我一直认为她不是一个可以依靠、可以信赖、可以跟你共度余生的人。她不信任你。你不要挑拨离间。我问你，如果王丽当时跟你这么说，他如果说罗琦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到时候怎么办？不存在这种可能。我太了解他了，我知道他什么人。你说他谨慎慎重是吧？我告诉你不，他天然缺乏对人的信任。我跟你说过，为什么他早不出现晚不出现，偏偏这时候出现，还跟你结婚一块看房子，你就从来没怀疑过吗？我不怀疑。他虽然没有通过你的测试，但并不代表他不爱我。那代表什么？那代表失望。他多失望啊！谁受得了这个呀？你当时跟蓝红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分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他好好的坐下来，跟他好好说清楚啊？你不是也没有吗？都失望了，在一起说好了，再说清楚有什么意思啊？那不就更失望吗？你走开，我再不想看见
你啊！哦，你看看，我把房子都卖了，这个王八蛋！他多失望啊！谁受得了这个呀？你当时跟蓝红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分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他好好的坐下来，跟他好好说清楚啊？你不是也没有吗？都失望了，在一起说好了，再说清楚有什么意思啊？那不就更失望吗？好好的一个家让你给毁了。什么事儿？喂，罗老师，您还记得林佳印吗？怎么了？他被人骗了。最关键的是，现在是已经下班了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不是你的客户，也不是我的客户。第三，这个世界上被骗的人很多，案子也有很多，我们要有选择性，尤其对于那些没有诚信的客户。第一次我们没有拒绝已经是错误，不能再犯第二次。喂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我现在有点事情要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我今天下午接待了一个大姐，她的情况跟你们的情况是一样的，也是被人骗了房子，而且还负了债。最关键的是，我发现带她做公证的那个人和带爷爷做公证的是同一个人，叫江俊。那个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要不明天早上上班说吧，好吧？阿姨，您看这样行吗？我再给您加点钱。哎呦，我不是要你加钱啊，这是我自愿的。我真的是家里有急事儿，你看一下，这是我儿子刚在携程上给我抢到的明天的高铁票，我必须得回去。我也是挺不好意思的。那好吧。